你说你了解她，你凭什么了解她？别忘了，她是我的女人。坤明，温归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一个后宫妇人在此，成何体统？你不是说过，劝降温归之后就自己回大牢吗？坤明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能劝降温归，就赦免他一切罪过。我只是说考虑，没说一定。来人，传常山西侯。哎，干嘛？敢拦我？小心我剁你的手啊！冯姑娘不要生事，昆明交代了，有人生事，杀无赦。我去！冯亮，跟我来。你冷静点行不行？冷静什么冷静啊？公主进去半天了都没有出来，要冷静你冷静，我可冷静不了。冯亮，你听我说，如果公主真的有麻烦，咱们再不冷静的话，那不等于火上浇油吗？啊！常山西侯到。小侯拜见昆明。常山西侯，小侯在。国要处罚温归，但拿不定主意，所以现在找你来问问。这种事儿，小侯怎么敢随便乱说呢？温归是你妹夫，你若不说，便是同党。昆明息怒，小侯绝对不是温归的同党。边臣结交近嗣，该当何罪？左大将温归以王族之身网罗边将，结党营私，僭越起兵，冒犯王威，濒临赤骨，这还以处决左夫人和小侯为条件要挟昆明，所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显昆明王威。说完了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哎，姚夫人，常山西侯，你可真是个卑鄙阴险的小人！闹够了吧？来人，把右夫人给我押回大牢。夫人，得罪了。温归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事已至此，温归并没有什么想说的。温归扪心自问，于乌孙，于昆明，绝对没做过半点亏心之事。若是我这颗人头可以让昆明看清常山、胡姑此等小人的真实面目，昆明即便是杀了我也认了。说够了吗？把温归押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常山西侯，怀将军，请问常山西侯，我家公主怎么样了？哦，你家公主被昆明下令押回死牢了，这是昆明的命令，跟别人没关系啊。什么？冯亮，你先别说话。那常山西侯，温归殿下怎么样了？温归殿下自然也被押回死牢。但这是昆明的命令，没办法，一时半会儿。什么叫一时啊？冯亮，你们回去吧，在这等着也没用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拦我干什么？
你拦我干什么？你给我安静点儿！风流，昆明如果真的知道公主的事儿，那就全完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倒是出个主意啊！让我想想。不就是被关起来吗？反正我也习惯了。只是不知道那个大笨蛋怎么样了。我这一生实在遗憾，既不能跟解忧远走天涯，看来也没机会死在战场上。昆明应该不会立刻处决他吧？呸！我胡说什么呢？昆密，是否要回宫休息？去虎姑那儿看看。昆明，夫人这是在写什么？胡姑正在给父王修书，告诉父王温归叛乱已平息，让父王撤兵。替我谢谢大单于。就说乌孙之事，无需他操心。我信中就是这样写的。胡姑要向昆明道贺，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。只是听说是右夫人说服了温归。右夫人真是厉害，连温归都能说服啊！来，左夫人。这件事你不用太关心了，啊，坐下。现在你怀有身孕，应该多注意的是你自己的身体。等将来生下儿子，那这个便是王储。谢谢昆明。有件事儿，我想听听左夫人的意见。右大将跟我说，有人冒孤的名义给他发信，让他劫杀解忧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夫人觉得会是什么人在这幕后主使呢？昆明，不会是认为是胡姑干的吧？怎么可能是你呢？你现在大着肚子，总不见得还挺着这个肚子跑来跑去的吧？这信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这就发出去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恭喜左夫人，这回解忧恐怕是难以脱身了。昆明刚刚说，有人假传圣旨给右大将，你怎么看？这连夫人都看不透，小侯怎么看得出来呢？
我心中怎么会有不安之感？是不是夫人多虑了？行了。王兄什么时候来的？有些话在朝堂上我不好问，来这儿能问清楚。你问吧。你爱解忧，我没猜错吧？怎么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不敢认啊？是的，我爱解忧，你没猜错。可她是你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认识她早在你之前，那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成为大汉的和亲公主，我不知道她会嫁给你。昆明，你想杀我便杀，我只问你一句：我爱她错了吗？要这么说的话，你没错。你我是兄弟，我不会杀你，我只能把他杀了，这件事才能结束。王兄，王兄，你不能杀他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能杀他！他也没有错，他没有做任何错事，他恪守了作为一个右夫人的本分。王兄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杀他，我此生再也不见他。你把我杀了好吗？你求我，这还是你第一次求我。好，我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要他亲口承认他不爱你，我就放过他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，王兄！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会后悔的，王兄！走，走。解忧给昆明请安。起来吧，在这儿就不必多礼了。谢昆明。匈奴退兵了，孤心里面松快了许多，所以来看看你。给昆明贺喜了。过来坐。我不放你出去，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埋怨过我？解忧不敢。解忧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就算昆明宽恕我，我也不敢肆意妄为。大单于退兵可是左夫人的功劳。是胡姑书信给大单于，让他退兵的。难怪昆明又把我关回来了，原来是为了讨左夫人欢心呀。你这么说，看来你心里还是埋怨我。胡姑她不明白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你也不知道
姑对你的苦衷呢？我当然明白了，昆明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从来没有想过要难为解忧。左夫人也是。如果她不是真心爱你，又何必与我过不去呢？你说她爱我，那你爱过我吗？解忧，我问你，自你从长安到乌孙之后，姑待你如何？昆明待解忧很好。那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吗？解忧不敢妄自揣测昆明的心意。那好，今天我就告诉你。当你刚到乌孙的时候，我只把你和胡姑当作是制衡大汉和匈奴的工具。姑早就决定，对你们俩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动情。我就想着，也不打算动情。我只想把你们两个的关系处好。为这件事儿，我是费尽了心思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竟然对你动了情。你也知道，在你之前，姑只爱过一个人，就是细君。姑失去他那天，姑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但那以后，我就决定不再去爱任何人，因为我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。可是没想到，所以那天你失去孩子的时候，我心里比你更难受。不是为了孩子，是怕失去你。你现在知道，在我心里你有多重要。这话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以后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提起。现在朝堂之上，你跟温归的谣言还是没有压下去。你倒好，也坦荡，从来不回避这件事，跟温归反而走得更近。不过你放心，姑从未信过那谎言半个字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不会这么做的。姑只问你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你什么人？昆明是乌孙的君王，还有呢？是解忧的夫君。就没有别的吗？是我的家人、亲人。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换个方式问你，你爱温归吗？你回答我，你爱温归吗？你爱他，姑要听实话。你最好想清楚再告诉我。
你是爱他，还是爱我？我知道，我也相信你们是清白的。可是，不与理智，心里未必没有涟漪。你告诉我，你爱不爱他？你告诉我。你别忘了，温贵犯的是死罪，只要你说你不爱他，姑就饶他不死。啊！但是，他这一生都只能去戍边，你们俩永远都见不着。解药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生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耐心，细菌也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你爱谁？是温贵，还是我？这是我给你们俩最后的一次机会，你说呀！你到底爱谁？你说呀！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昆明，我不想欺骗你，更不想为了苟且偷生而欺骗你。我以为文贵也不希望解忧说谎。我爱文贵，在我遇到昆明之前，我已爱上文贵。我以为此生此世，除了文贵，我不会再爱其他任何一个男人。可是爱分很多种。我出来无孙的时候，我紧张、忧虑，我害怕你。我也并不认为在这场婚姻里，我可以得到你的宠爱，我可以幸福。我以为更多的是刀光剑影，是尔虞我诈。但是渐渐的，我发现昆明是一个重情重义、宽厚仁慈、温暖的男人。但是因为我的过错，我丢掉了我们的孩子。我方才明白，昆明如果不爱我，怎会对我如此宽容？我也曾想过，如果我没有遇见文贵，我定能好好的爱你。别说了，昆明对解忧有恩，解忧对昆明有情，这一份情是恩情，是我说别说了。文贵为了你，他不惜背叛我。
即便你为了他，你也不惜自己的生命。解忧自知是没有活口，但如果可以化解你和温归之间的矛盾，解忧愿付出我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，只能让我更恨温归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在笑？笨蛋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温归，温归，温归，你一直都在。是。但我跟昆明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我都听见了。你这个傻瓜，谁让你这么回答昆明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啊？温归，如果一定要死，我求你死在我后面，因为没有你，我活得好辛苦。笨蛋，要死一起死。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不后悔。我也不后悔。来，把你刚才跟昆明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。我刘解忧，今生今世，除了温归以外，绝不会再爱另外一个男人。温归，温归，温归，你在吗？温归，你在不在？我在。还是下去吧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下去吧。
公主，今天可还有头疼发作？昆弥把解忧送进死牢，我这一高兴，连头疼这回事儿都忘了。看来解忧说我中毒，果然是想用计吓我。就是，公主这般人物，谁敢下毒害你啊？今天这天气可真怪啊！昨天晚上还晴空万里，怎么突然就阴天了？真不是个好兆头。求见左夫人。进来。拜见左夫人。昆弥召夫人殿上问话。上殿？不是去他寝宫吗？穆哈兹不敢谣传，昆弥确实宣夫人上殿。昨天昆弥没来我这儿，是不是去云古特那儿？回夫人，昆弥未曾去找过云古特，他确实是在自己的寝宫歇息。夫人，请速速上殿，莫让昆弥等得太焦急。知道了。穆哈兹，你今日话真多。出去。虎姑，虎姑，虎姑，昆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在给大单于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？昆弥，你吓到虎姑。说。我说，温归叛乱已平息。让父王退兵。我看不止这些吧，你的信里还另有玄机。昆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父王并未退兵，而是率兵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那律侯正率领温归旧部和他对峙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还不止这些。你父亲还派人送来信件，让我杀了温归和解忧，要不然他绝不退兵。你怎么解释？昆弥，虎姑真的写信给父王了。那信里说了什么？信里说让父王退兵。你还敢撒谎！在军国大事上，你居然敢耍弄我！昆弥息怒，虎姑是昆弥的女人，虎姑也是把乌孙当成自己的家，我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怎么了？最近一直头痛，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你说你头痛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昆弥，我真的写信给我父王了，请你相信我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前2日不都见好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近日我口干的厉害，快去给我倒杯茶。奴婢现在就去。
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拿下！侯爷，哎呀，这志气治到什么时候啊？连饭都不吃了？哥，阿依拉求你救救翁贵。阿依拉，当初翁归在昆明那儿口口声声要置你哥于死地，谁救你哥了？啊？可她是你妹夫，你要是不喜欢她，不想救她，当初为什么要把我嫁给他呢？当初他是乌孙的左大将，昆弥的王弟，现在人在大牢里，他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都不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昆弥真的要杀了翁归吗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你说你让你哥去救他，我冒失求情，那昆弥给你哥治一个同谋之罪怎么办？都怪那个刘解忧，要不是他，翁归怎么会抛下我去起兵造反呢？现在知道了，他们汉人都这样。亏得你当初还说刘解忧是好人呢。哥，要不你去求求左夫人？求左夫人？左夫人和翁归还有昆弥自幼相识，肯定感情非同一般。昆弥又那么宠爱左夫人，要是她肯替翁归说话，昆弥一定会心软的。哥，你就再帮阿依拉这一次吧，大不了以后都听你的，再也不和你作对了。侯爷，左夫人差人来说，请侯爷去，有要事相商。哥，知道了，什么都听我的。都听你的。现在吃饭。古瑞亚，我再问你一次，究竟是谁指使你给我下毒的？公主明察，这真的不是毒药，是解药啊！荒唐！你的意思是，你明知道我中毒，故意隐瞒不报，暗地里给我解药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没想到我防来防去，竟然没有防住你。公主，古瑞亚不敢。古瑞亚对公主是一片真心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公主啊！你可以不说，我会奏请父王，把你的族人都抓了去，到底要看看你们的阴谋。公主不要，公主不要啊！左夫人，常山拜见左夫人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侯爷来的正好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给我下毒，怕是要死的不明不白了。哦，夫人，小侯正有要紧的事儿跟夫人说，这事儿跟古瑞亚没有关系。把他拉下去。夫人，夫人，古瑞亚对手有所防范，幸亏对方用的药毒性不大，解除不难，小侯这才让古瑞亚偷偷的把解药让夫人服下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一番好意？不是，小侯这么做，都是为了夫人着想。放肆！这么大的事为何不禀报？夫人，息怒，小侯这么做确实欠考虑，但是小侯对夫人的一片忠心，苍天为证，下回小侯真的是再也不敢。行了行了，查到真凶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小侯觉着这事儿跟解忧他们一票人脱不了干系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一番好意？不，小侯这么做，
都是为了夫人着想。放肆！这么大的事为何不禀报？夫人，息怒啊，小侯这么做确实欠考虑，但是小侯对夫人是一片忠心，苍天为证，下回小侯真的是再也不敢。行了行了，查到真凶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小侯觉着这事儿跟解忧他们一票人脱不了干系。解忧曾经说过，说我是中毒，应该不是他。解忧怎么会？那夫人的意思是，下毒的还有别人？这个小侯真是想不到。这事儿先不说了，还有一事我想不通，为何父王还不退兵？是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书信？这事儿夫人都没有头绪，小侯更不敢猜测大单于的生意。不管为何，父王不退兵，匈奴和乌孙的关系势必受到影响。温归已经进了死牢，为何父王在这个时候要对乌孙开战呢？我自然不希望乌孙倒向大汉，但我也不希望乌孙跟匈奴开战呢。这么一来，昆明一定会对我有所芥蒂。我要改变昆明的心境。夫人是不是多虑了？您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重身体。这次算是把昆明的心都伤透了。只是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怀大哥，你最了解我，我绝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说谎。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倒也轻松。那温归呢？今天一早被带走了，我想应该还是在这死牢之内，可否帮我打探一下？好了，算我没说。公主，这一次是昆迷特准我来看你的，也许就没有下次了。我现在在想尽一切办法救你出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做出什么傻事来。昆迷正在气头上，你如何救我？我已经给皇上写信了，但是他肯不肯帮忙我还不知道。如若不然，我就是万死也要救你出去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这样。你帮我照顾好冯辽和阿才就好了，不要像我这样做傻事，不然我死也不会原谅你。还有什么坏消息？哦，右大将安索克联合了不少亲汉派的大臣，将上书昆明，希望昆明能够让温归戴罪立功，抵御匈奴。公主，现在匈奴兵临边境，那些个亲匈奴派的大臣，怕触昆明眉头，都不敢出声。我想这正是最好的时候，只要昆明肯放温归，那公主出牢就指日可待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臣奏请昆明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唯有温归能退匈奴。我等愿意替温归担保，恳请昆明准温归戴罪立功。恳请昆明赦免温归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常山，你这个小人，你反对温归带兵，难道你有胆量对抗匈奴不成？小侯是不会带兵，但是赦免温归万万不可。万万不可？有何不可？常山，你向来亲近匈奴，如今匈奴欺我边境，我看你还有何话说？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。什么误会？你分明是公报私仇，是怕赦免了温归以后对你不利。大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侯呢？现在放温归，
实属不妥呀！有何不可？行了，别再说了。你们今天来，是不是都是替温归求情的？啊？好，那好，姑就告诉你们，温归定战不胜。谁要是替他求情，谁就是他的同党，与温归同罪。昆明英明。怎么样？昆明怎么说？在下实在是不解。不解什么啊？难道还有大臣支持常山西侯？在朝堂之上，我们这些请愿的大臣占了绝对的多数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昆明他……你不知道就完了。我们家公主怎么办啊？还有，昆明让我转告二位，从今往后不许再去探望右夫人。什么？稳赢的棋都让你给下输了，我不管，你给我想办法。冯姑娘，在朝堂之上，昆明已经收了在下的兵权，令在下静坐在家，不得外出。在下已经尽力了。冯亮，将军，你受我等连累，怀天杀实在过意不去。冯亮，我们就别多说了。怀天杀你就不着急吗？我怎么不着急啊？之前我去看公主的时候，她一听说右大将要去请愿，就有不祥的预感。难道公主能预知今日朝堂上的局面？这其中一定有玄机。夫人，这回真是把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呢。你还信不过我吗？只要你上殿反对赦免温归，就必胜无疑。小侯只是不明白，这满朝文武都替温归说话，这亲匈奴派的大臣们没有一个吱声的。我是势单力薄，怎么看都没胜算呢。要的就是势单力薄。你想想，昆弥最恨大臣拉帮结派，今日右大将他们10几个人对你一人，你说，昆弥会同情谁？我明白了，但这也不足以让昆弥震怒啊。现在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我们只需火上浇油。哎，夫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穆哈兹给了昆弥一个纸条，难不成是夫人写的？没错，我只写了“温归结党”4个字，就足以让你成为朝堂上的胜利者。温归结党，夫人这招真是太妙了。这右大将他们越是占上风，就显得小侯越是可怜，那昆弥就会怀疑右大将他们跟温归是同谋。夫人，我现在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，这一来温归恐怕就死定了。我本不想将温归置于死地，毕竟我们有少年时的情谊。只可惜时移世易，为了乌孙和匈奴的大局，我别无他法。夫人最近心软了不少，是不是因为怀了小王储的关系？夫人，这明枪暗箭的死斗里，多愁善感是万万使不得的。我自有分寸。说起小王储，我倒想问问你，给我下毒的人查到了吗？尚未查实是戒有所为，但夫人上次说下毒的人还有他人。小侯这点不明白，在赤谷城里，除了温归和解忧，还会有谁动这个心思呢？这动机何在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
现在重中之重，就是让我顺利诞下小王储。然后，再弥补昆弥对我的误会。说起来，你的解药真是有用，我今天头疼都没有犯过。夫人的健康是小侯最大的心愿。那个古瑞亚她，把她放出来吧，你去办吧。喂。母后，最近孩儿军务繁忙，没能来给您请安，请您恕罪。军务是正事，耽误不得。同样，你的膳食也不能耽误。我可是听莫哈兹说，你最近2日的膳食都原封不动端回了后厨，这可不行啊！哎，这孩子真是多嘴。来，母后。姑是因为这2天没休息好，所以有些食欲不振，请母后放心。昆弥，你是国君，一发一肤都是乌孙百姓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你随意损伤不得。即便是为了国事，饿坏了身体，这都是错误。更何况，母后看你可不光是为了国事啊。母后言重了。哎，你看，姑不是吃得好好的吗？是吧？这肉不错，这一定是纳赫雅亲自烹煮的吧？好，非常可口。来，华儿喜欢就多吃点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右大将等人上书求你赦免翁归。听我说完，右大将他们确实是太不像话了，在朝廷上就闹起来了，理应罚他们。谢母后体谅。不过，昆弥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，不要因为一些流言蜚语你就一时糊涂。你这样把解忧关在牢里，消息传到大汉也不好听。为了这个闹僵了跟大汉皇帝的关系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是。至于翁归，你不会是真的想要处决他吧？姑现在想不出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就算翁归不是你的兄弟，他在乌孙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右大将肯联名为他求情，便可见一斑。你若是真的处决了翁归，乌孙很可能陷入内讧的局面。少了亲汉派大臣的斡旋，这乌孙和大汉很可能陷入困顿之中。难道你真的想倒向匈奴吗？你不要忘了先王列焦弥的嘱托，他要的是制衡，唯有制衡，才能让乌孙在大汉和匈奴之间生存下去。那是谢王对翁归的嘱托，不是我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难道你要整个赤谷城的人都听到吗？你以为翁归心里就没有猜忌吗？只是他不说而已。尘埃已定，坐在王位上的是你，而不是翁归。所以他必须死。纵然他是我的兄弟，可他这次挑战王权，罪无可恕。从前你对温贵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惹了再大的祸，你都会原谅他的。可这次不一样，他不单谋反，而且还跟我的右夫人有私情。你给我醒醒可不可以？你爱解忧吗？你根本就不爱，你只爱死去的细菌。解忧对你来说只是细菌的替身而已。母亲，你别说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皇儿。我是你的母后，我当然知道我的皇儿。你渴望王位，想让乌孙兴旺不衰，
这才是你，这样的你才会幸福，对不对？那是你想要的，并不是我想要的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后悔占着这个王位。如果我没有那么做的话，我现在也用不着整天在朝堂上跟那些亲汉派和亲匈奴派斡旋，我也用不着跟我的兄弟反目成仇，更不会失去我的爱人。怎么样，见到公主了吗？右大将说的没错，一定是昆弥下了禁令，死牢的卫士根本就不让我进去。昆弥大发雷霆，也不知道公主在死牢里怎么样了。怀将军，那，你有打听到温归殿下的消息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昆弥如果真的要处置他，早就会有消息了。我的阿彩姑娘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别人？要不是温归起兵，公主早就被放出来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殿下是冒死救公主，你还埋怨他？好了，别争了。事情到现在这样，争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去看看长安的信来了没有。阿彩姑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该出马了吧？我出马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去好好求求虎姑，说不定她能帮我们进死牢去。虎姑？我怎么能去求虎姑呢？你听我说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想见到公主，只能求她帮忙，没准儿还能见到温归呢。可是，你放心，你的事情。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知道，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。你是个好姑娘，但千万别走错了路，知道吗？拜见左夫人。阿彩，你一来我的宫里，我这儿都蓬荜生辉了。阿彩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女，给夫人请安是本分。你一向都怕我，我料你在我背后也不会说我好话。怎么，你们家公主进了死牢？没了主子，想起我了。阿彩之前受过夫人不少好处，来探望你是理所应当的。哼，今天倒是挺会说话的。左夫人，求您看在阿彩曾经帮您做过不少事儿的份上，让我去见见我们家公主吧。我就知道你有事儿求我。别的好说，这个不行。左夫人，我们家公主已经被关了好几天了，求您让我去看她一眼，哪怕不说话，能见上一面也行。没有昆弥的旨意，任何人不能进死牢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即便我想帮你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左夫人，左夫人，谁都知道你是后宫之首。是乌孙母仪天下的王后，又是集昆弥宠爱于一身的左夫人。只要是你想办到的事情，有什么办不到的呢？这话说的倒是挺漂亮的，可是我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阿彩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不然之前我也不会让你办那么多的事儿。你要是真的想见解忧，我还真有办法。谢谢左夫人，谢谢左夫人。先别着急啊，
我还没说完呢。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只要能见我们家公主，什么条件阿彩都答应。离开解忧，到我的帐下来，做我的侍女。怎么不愿意呀？阿彩何德何能伺候左夫人？哼，你以为我缺你一个？像你这样的姑娘，我宫里多的是，个个都比你聪明。那夫人，我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胡姑比解忧更加胸怀宽广，连她的侍女都愿意到我这儿来，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既然要离开，阿彩想先禀明公主，求得她的准许。阿彩不想旁人说阿彩背信弃义，这样左夫人脸上也不好看。可以，那你速去速回。古瑞亚，把我的金腰牌给阿彩。喂，谢谢左夫人，谢谢左夫人。你快去吧。侯爷，都准备妥当了，小的是否该向左夫人禀报一声？不必了，左夫人让我自己去说。什么时候可以动手？回禀侯爷，今晚就可以动手，绝无耽搁。阿彩见过侯爷。阿彩，哎，你不是解忧身边的那个侍女吗？是。你不在她身边待着，跑这儿干什么呀？侯爷，说来话长。阿彩，你记着，2个时辰内一定要把夫人的腰牌拿回来。阿彩告退。冯姑娘，阿彩，怎么样？拿到了。韦将军呢？开始找昆弥了，我去找他。来不及了，2个时辰以内必须把腰牌还给胡姑。那我们走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腰牌不能用吗？当然能用，但这是左夫人的腰牌，只允许她一个人进入。怎么办呀？阿彩，你进去，听清楚，一定要向公主讨个主意。她最聪明，一定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好，你等我。解忧从来就不信什么天神，但是今天，求天神保佑我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在这儿，我想出去，离开解忧，到我的帐下来，做我的侍女。我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胡姑比解忧更加胸怀宽广。我想出去，看看阿彩，看看冯辽，看看怀大哥。阿彩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过得可好啊？温贵，
温归。我想跟你一起走，我想跟你一起走，随便去哪儿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去哪里都可以。殿下，温贵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是解忧让我来的。解忧，他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他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？公主很好。真的吗？这里一点阳光都没有，你怎么受得了啊？唉，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殿下，你为什么要向昆弥坦白呢？你明知道他知道了你们的感情，你就必死无疑了。这是解忧告诉你的。你不懂，在这种时候，你骗不了昆弥，只能说真话。说起来，解忧也算是跟我心意相通。还好他说的是真话，要不然我在隔壁偷听，非一头撞死不可。怎么了？我们还没死呢，给我们哭丧了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眼睛哭花了，咱们嫁人呢，啊？阿才不要嫁人，殿下如果死了，阿才一辈子都不嫁人了。阿才，你是，我是喜欢你。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你。你干嘛那么傻呢？明知道我喜欢的是解忧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想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我怕如果再不说，就没有机会了。阿才，你的情谊我记着，下辈子再还了。阿才，我再求你件事情好吗？殿下，你说。我就请你替我告诉解忧，不要害怕，不管到哪儿，我都陪着她。殿下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公主。好姑娘，谢了。公主，
阿才，你来看我了，快让我看看你。你受苦了，阿才，我好想你。啊，这里不是让昆明给禁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去求了胡姑，是她给我的腰牌。胡姑，她竟然肯帮你。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公主。别再叫我公主了，我这个公主的名字，不知道哪一天就没了。昆明一定不会饶了我跟温归的。解忧，你在戏班的时候就任性，当了公主还是没有长进，真是枉费班主为了救你而丢了性命。如果不是你非要救那个李陵，你和殿下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呢？阿才，救李陵到今天我也不后悔，可能就是我们俩的命吧。早知道，我就跟着温归远走高飞了。我倒宁愿你跟殿下一走了之，也好过你们俩现在在这儿等死啊！我刚见到殿下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不要怕，无论去哪儿，他都会陪着你的。他真是这么说的。也好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能死在一起，我也知足了。对了，解忧，我发现胡姑现在的情形，跟你中毒的时候很像。对，我曾经劝过他去找医说，可是他不听。我今天在胡姑那儿碰见长山西侯了，听他说什么今天晚上就要动手。动手？着火了！快来救火！快救火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解忧，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救火了！着火了！快救火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阿才，阿才，这是死牢，你打不开的！快走！我一定要救你出去！来人呐！快走！解忧，解忧，你等着我！快走！小心！哪儿啊？解忧，解忧，公主，解忧，公主，公主，没事吧？要不然阿才真找不着你。快，殿下，走。小心！啊，公主，快快点！那边。温归，解忧，就知道你会来救我。要是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好好谢谢阿才。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阿才，快走！阿才，阿才，快走，别管我！快，阿才，快走啊！你干什么？快走！快走！走！阿才，阿才，快走！阿才。昆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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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不进去为好。为什么？公主她爱君烧得不成样子，难以辨认。既然难以辨认，你怎么能确认就是他呢？让开！昆明，
来报告昆明，发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解忧的玉佩，从小随身携带。回去吧，被昆明看见了不好。古瑞亚，解忧死了，我为何心里那么害怕？夫人，不要多想，当心动了胎气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温贵呢？昆明，温贵殿下，尸首没有找到，可能被烧为灰烬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火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。穆哈顿。昆明，快点上！你们二人去把真凶给我找出来，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。喂，禀皇上，乌孙昆明鸿雁传书，说什么？昆明信中说，解忧公主轰了。什么？解忧她？是，公主她死了。皇上，万万要保重龙体啊！纯真的旨意，赦免解忧公主，放走李陵之罪，举国上下吊唁解忧公主。遵旨。公主，您感念公主，把阿彩当成公主去吊唁的。现在整个赤谷城都沉浸在悲痛的情绪当中，这对于阿彩来说，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有人要害我和温归，阿彩算是替我们俩受苦了。我一定要查出这个幕后的真凶，为阿彩报仇。哦，对了，公主，昆明已经写信送往长安城了。皇上得知此事，已经赦免了你私放李陵的罪。又一桩欺君之罪。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姐，我记得你说阿彩在失火之前跟你提起，常山西侯有些古怪。是的，那胡姑一定跟这次失火脱不了关系。她最近可还有中毒的症状？那倒没听说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，而胡姑呢，只是这一盘棋中的一颗棋子。